它跟注单挑发不开一个10 highball， 2张黑桃，我还有带一个后门顺。我在这个底池下注一个7.5 BB。我不想这个尺寸太小，因为大一点可以盖掉它非常多的，例如说可能没有好的、比较没有那么好的 equity 的 AX 的，也是 AJ、S Queen， 它一些没有黑桃，其实是一张黑桃是很难去跟的。然后它跟住 turn 来一张 K 爱心，这张 K 其实还不错，因为它放能跟的牌，其实空气的就会少很多，它能跟的剩下就是很多手对，例如说可能比10小的一下对子。那甚至就是强的后门花的一些两高张也有可能。在这 turn 这边，我的 C 倍希望盖掉它这些比10以下小的对子，跟一些比我好的 A high。然后我打一个9个大盲，然后他想了一下之后没有太久，大概3秒之内就跟住了。WPT 柬埔寨是今年第一次出国的系列赛，贯彻以往打牌习惯，待好待满。打好打满13天的系列全程参与，这集是完结篇，还没看过前几集的朋友们记得看这边。这集直接将切入重头戏主赛事，究竟能否顺利挺进前圈，赢得高达1000万台币的冠军奖励？同时，最后几场的边赛豪客赛又能走多远？我们一起看下去。今天星期一，我要打的是1万美的 Super High Roller， 25万70筹码，40分钟升榜。Day 1打15个级别就会进 Day 2，能进 Day 2基本上玩家会剩的不多了，那离前圈应该也不远，因为 High Roller 本身打的人就不多，火花又比较大。但是我们刚刚第一发有发现，你看到的是我们大小盲，所以我现在要去 rebuy 报仇，我们打第2发。重买我们大概只有32个大盲，然后第一手牌就小盲接 button 没有赢。然后再下一手就15个大盲必须要 all in button all in 开卷，小盲 KK bus 出局结束。那我们这个比赛要到这边啦，就打下一场了，明天去加油再努力。Hello， 今天呢是吃楼下的意大利餐厅。那我这一趟呢，在这4天5天吃了几乎第3个小炮，最后呢就是都会撞一把很大很大的牌，在这个 bubble 之前。那没关系，我们就再接再厉。然后今天来吃意大利面，他刚好跟我同时出局。这一位也是今天的行程，就是一起好好的吃顿饭。对，这间的披萨跟意大利面还有牛排都还不错。我们要来开动了，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组3越近的 Day 2，今天是 B 组，所以不用打，我们放假1天。你们看下这边，我现在在柬埔寨外面白天。那我来这个餐厅是 4P 披萨，它是东南亚一个连锁好吃的披萨餐厅，我们进去吧。这整栋都是吃的，从1楼到3楼都是。我们现在在4P 披萨，对，每到东南亚，我们就是到每一站都一定会选这家的连锁披萨意大利面。Neven 很喜欢吃双拼它的披萨，可以任选2个口味。那我自己的话是超爱它的螃蟹意大利面，还有这个墨鱼炖饭。像我们上一趟去了越南，去了2家的 4P， 然后都说炖饭绝不缺货。所以刚好这一趟我们摄影师总算也能够吃到，让他知道我这一家的最好吃的炖饭的味道。觉得他炖饭是真的很好吃。每到东南亚，我一定会点的就是椰子，喝好喝满。我每天都喝2颗，不太好，有点寒冷，但是出来难得，你知道，放肆一下。喝了会让身体发冷的东西。没有，喝了会让心情变好的东西。这里的环境真的很舒服。然后这一家呢，他们有2家在这个金边的店，我很推荐大家来这个靠近河岸的这一家，看出去的 view 真的非常的漂亮。你们有机会来的话，还可以在这附近河岸走走，其实是蛮安全的。对，我不能够肯定，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很小心，就是 Grab， 然后 A 点到 B 点再回去，其他时间都是在打牌。大家有机会来东南亚，千万不要错过喽！今天是圈边训的 Day 2，还没有前圈，但今天要打5个 level， 一个 level 90分钟。我们找到我们座位了，希望今天可以 run 到 Day 3。Day 2 24万 ，Let's go！ 我
今天是每打一个级别会休息一次15分钟。我在这个级别已经快要休息了，剩6分钟，分100分钟只玩了4手牌，目前那都在忙诸位的抵抗 C 倍 fold 或赢下一个底池，没有什么特别的牌，还剩6分钟，希望可以来一点不错的牌可以玩，然后延续到下个级别，下个级别就继续想办法把筹码打起来。我们进入到第一次休息时间，这个级别呢就是漫长的没有牌的一个级别，很正常，因为大家筹码都很深，在一个均码50到70 BB 之间的桌子，基本上就像是打 cash game 非常 deep 的 game， 所以你必须要更有耐心，等待更好的机会。张玉仲，就是因为有这个 high roll 的方案，然后休息的 VIP room 非常不错，它还有这个水果冻，还有这种海鲜的一个炒面。最重要的是有咖啡。现在打比赛，这非常漫长一天，一定要靠咖啡去让自己的专注力更专注。所以基本上我只会吃一点点，不能吃太多东西，不然你的血糖都会在肚子里面。OK，let's go， 我们去比赛。好，接着后面呢，我们就来休息之后的下一个级别呢，来看到这手牌，2000、4000，我的筹码大概是20万9人桌，9人桌非常的累啊，就是主赛就是要有耐心。好，那我在这边 CO 位拿 A10同色开注2 BB， 小芒呢是一个越南的一个协会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老板，就是他人很好很 nice， 然后他有开协会，然后之前也去他协会这边去捧场过，有打一些牌。他这边3 B 一个6 BB， 哦，我跟注单挑 ，Flop 开一个 K72， 有2张梅花，我们有买 Nuts 花的机会跟后门顺。底池14 BB， 它的注码就是非常的有威胁性啊，直接打一个7.5 BB。我们 position 我们轻松扣 ，turn 来一张4爱心，那没有太大影响，但是有一个后门花。然后它这个底池呢下注一个继续蛮重的注码14.5 BB 半帕。这边有趣了，我们 in position 看了它双方有效的后手，这把如果跟下来的 turn 跟下来的话 ，river 我们将近还有一个快要9万的后手筹码可以，就大概是落在25 BB 左右。那有趣的是，我们不会走纯买花，因为有可能 A high 在这边还是领先，因为对方也可以去 double barrel 一些小盲3 B 的 range， 例如说98梅花，或者是很多一些，例如说可能 QX、JX 都是在他手牌范围的这些一些红花的那个牌，然后我们是领先他的。那至于其他的牌有没有更夸张的炸胡了，也有一些后门花的 double barrel， 这些都是有机会的。那在这边我想了很久之后，也不能轻易盖掉这个牌，盖掉是非常可能没有这么好的选项。那要么 all in， 要么是扣。那 all in 呢，它也是有很多有这种牌。那在这个玩家，我觉得他有任何的成牌比可以盖的帽子的对子，虽然可能不太会打2条街，但我也不觉得他会盖掉，因为我印象中他就是有中要让他盖牌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跟住 river 那一张 blank 就是6。没有中花难受，那他竟然马上过牌，可是真的太多对战经验了，我比较难把这个牌去有机会修上去转 bluff。但如果是一些我是可能中间的90、10 high Q high J high 这些买花的话，那是可以把它配在 river 转砸。但是我们没有挡太多一些 king 左右的 Broadway 的手牌，然后A 叉是一个最不太适合在这 river 投机的。所以我决定 River 就倾向休档，结果他是 AJ 哦，他赢了我们，因为他 kick 比我们大，他也很傻眼，他怎么会赢？但是我也蛮傻眼，他 AJ 放在这边 double barrel， 因为比较少的 AJ 跟 Ace Queen 会放在这边去做太多 double barrel， 但对我们就输了这手牌。那筹码还是有，我们继续往下。那其实筹码掉到10万之后呢，还是有落在一个25 BB 左右，还是很健康，因为结构是慢的。那当然比起均码来讲，450 BB 就空间当然差很多，但没有办法，我们现在马掉下来了。好，那连续2手有牌可以玩，那掉了我的真总筹码60%，所以我现在剩下8万，2个超大趴的。然后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我还有将近18个大盲，还有我们成本一开始打得够多，还是机会非常多，而且短盲也是1把牌我们就会打回来了。继续加油！打到现在，今天从11点打到大概已经4点了。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我这张桌子只有9号位玩家一开始被淘汰，
换了一个新的来。接下来呢，我们的9个人打了将近4个小时都没有一个人出局，这个代表一件事情，这个桌子蛮紧实的，就是很紧，支付能力比较小，就要更多的耐心。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撞牌，就是要磨很久。相对的，我们整个桌平均码就非常少。那看隔壁桌就有一个超级巨的，有人100多万，然后又一个3、4、5、60万。我们这桌最多也才快30万不到，其他都10、20，所以整个桌子每张桌子状况都差很多。今天第3次休息，我们的 main event， 我的筹码等一下会有大概19BB 上下。如果能撑过下一个级别这个2小时的话，应该会很接近，快靠近前圈。好，主赛我印象中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我也是在10万，至少打了2个级别，也过了，就是从11点半一路玩到下午的4、5点左右，来到最关键的这一手，因为前面就真的没牌，就有机会就 all in 后背的 open， 然后就维持码量一直在10万上下，就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机会了。那这把牌呢，我来到这手牌是房租是3600 ，low 券玩家他开出了一个1万5，然后盖到我在大盲我拿到 A2 同色我就跟住之后呢 ，flop 开了一个10 high ball 19小，2张爱心，我有 A 花的 nuts。那后手比例来讲，我跟完之后后手大概只剩下12.5BB 左右，那对方是 cover 我的。那底池呢，基本上就是落在一个6、7BB 左右。然后呢，过完盘之后，他直接做一个 all power in。那这个地方，我们的 A 花虽然没有中到牌嘛，但有可能会领先什么？它有可能是一些 Broadway 的 KX、QX 买花，甚至一些可能2高张带买顺都有可能。但我们的 A 花有挡的牌就是掉了它的 K 掉了 Q 的话，我们还是会赢嘛。那其他奥斯没想这么多，但它有所谓的是10以上的牌或者是超对都有可能。但这个 A 花实在是非常好的机会，也有机会领先，那也有真的买到奥斯是会赢的，所以我就跟住一个它 all power 多一点的一个 all in。它是 JJ， 好，那 River 也发一张红色的，可是也没发到爱心，所以主赛我就到这边就是 GG 出局了。好 ，B 就主赛到这边，那再接再厉，我们先打下场的边赛。然后接着我后来在旁边去打一些旁边的一个 KO 的一个边赛先。这场边赛呢，我有跟微微一直在同场100多人，一路呢在不同张桌子玩，哎，就后来剩下2张桌子，哎，最后我们就一起到了一个决赛桌了。决赛桌呢，可是我后来就玩几手中短码也没有特别的牌，就死在第7名。那微微很可惜，他打到的是剩下最后的5个人，然后他是一手8-8输6-6被屠out，不然他还蛮有机会可以打到前3的。所以这算是一个插曲，我们2个在一个帮体赛一起进入到了决赛桌，然后这也是我自己在这个系列边赛的第2场的决赛桌。今天来到倒数的第2天，1月30号，也是这场整个系列的最后一场 High Roller。我打的是这个5000 5K， 这是 Day 2。我 Day 1在最后一个级别进来才打的，10万起始筹码，40分钟升盲。我现在呢有大概35万多，买了1发进行解买，因为它 Day 2还有一个级别可以解买，所以这场比赛还不错，至少应该有个到14万吧。最后加起来，我觉得快要到14万。希望我们最后的这个 High Roller 可以一切非常非常顺利。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比赛。那其实嘛，我打起来之后，我们一直在 Day 2很健康的码量拿，然后一开始也非常的幸运，就是盖到了我后面有短码，所以我就 all in 赢了一些底池。刚刚这手牌很有趣啊，我在大盲，这是7人桌，我看了我手牌拿 KK。然后第一家的玩家开注，他跟我的双方有效筹码落在21BB， 然后我是 cover 他快要3倍，但这个地方如果我加注他，会显得牌力太强，因为大盲加第一家太明显了，所以我决定跟住，然后进去开一个8 high ball， 我故意先 dunk， 然后他 raise 我扣，然后 turn 我 check 他打，然后后手他只剩下他打了4万，后手剩快要4万，进了他，我 all in 之后他盖牌，所以他也是纯炸胡，但这把牌我觉得已经赢到应该是最多的筹码，如果翻牌前加注，他也没有手对，没有大牌，应该也不可能跟我打得了光，所以这把牌我觉得还不错，赢到非常非常多。来啊，像这手牌，巴特玩家他 limp， 我在小盲拿到9一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可以 all in 也可以去 iso， 但这把牌我当下犯了一个小小错误，但不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
造成有可能被赢的赢多。那8人玩家他其实有35BB， 然后大盲玩家是10BB， 那我是 cover 他们非常非常多的。可是8人玩家他放了2颗筹码是5000块，等于放了1万。那其实这时候盲注是3600，他放2颗筹码的意思好像是不知道有没有讲，他好像他说的是跟注 limp。那其实12000才是加注嘛。那我那时候只看到2颗5000、1万，我以为他是打12000，那还有可能他有说扣，我没听到。那变成我99小盲就直接 all in， 不然他是 open， 我是会想要直接 all in 的。那当然，他 limp 我 I 手会好处是因为就有机会可以赢到他更多，因为99的牌他比较容易去在 limp 扣我很多的范围，我可以跟他打翻牌后。好，但没关系，我 all in 之后呢，大麻玩家看完牌他10BB 他也 all in， 那8人玩家他就盖牌了。那这手牌我是99，大盲是 AK， 那很幸运的我跑赢了。对，那但是这把牌如果我小盲事先 I 手。大盲先 all in 10BB，maybe button 有可能会不会跟呢？这我就真的不太确定，因为整个 action 是不太一样的。好，那紧接着呢，来到这边我的马量就是非常非常健康，50万左右。然后这把手牌我在 High J Open，COA 玩家之前 all in 14BB， 那当然有轻松扣，我是 AJ。我们看这把我跑赢了，所以又吃到了这些筹码，让我筹码上升到大概57、58左右。好，我打一个非常大的趴，在4800的时候 ，COA 这个就是超级强的一个外国玩家，就是他是打职业高额的，他开出2.2，然后我在 button 啊拿 A4同色，我们双方有效筹码就是非常深，60BB， 我做一个3B 到6.5，他跟注单挑发不开一个10 high ball， 2张黑桃，我还有带一个后门顺，我在这个底池下注一个7.5BB。我不想这个尺寸太小，因为大一点可以盖掉它非常多的，就是说可能没有好的，比较没有那么好的 equity 的 AX 的，也是 AJ、S Queen， 它一些没有黑桃，其实是一张黑桃是很难去跟的。然后它跟住 turn 来一张 K 爱心，那这张 K 其实还不错，因为它 flop 能跟的牌其实空气的就会少很多，它能跟的剩下就是很多手对，就是说可能比10小的一下对子。那甚至就是强的后门花的一些2高张也有可能。在这 turn 这边，我的 C 倍希望盖掉它这些比10以下小的对子，跟一些比我好的 A high。然后我打一个9个大盲，然后他想了一下之后没有太久，大概3秒之内就跟住了。然后 River 来了一个9爱心。那通常其实 turn 很快跟住的有2个原因，就是想要跟你讲我的牌很强，让你 River 有比较大的压力，尤其是像 Live 的一些现场这种过程跟打牌的这种感觉。River 这张9其实爱心的9，我觉得我挡了2张正门花，所以以偷鸡来讲，挡了他太多强买牌组合了。那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后卫他要盖掉他的顶对10以上的牌是基本上不太可能的，在这个 SPR 来讲，所以我决定用了4、5个摊杯之后，只能放弃这个底池了。对，那他秀一个10 J 梅花，那他是跟我讲我 River all in， 他基本上应该也是很难盖掉了。但当然就是也没有 all in 也不知道。那这手牌我超级大怕 River 超想偷的，但是机会真的不太好，那放弃。那对方确实牌也非常非常不错，所以输掉这个非常非常大趴。那我筹码从50多万左右掉到现在30万，但还是很健康，所以 keep going。哇，换右换左，但是很爽。我从大盲被换到 CO 去。一开始我在那一桌，然后呢我就换来这一个第2桌。那这张桌子呢，我就剩20个大盲，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就等待机会。洗了一圈之后掉到可能18、17，后来我在盲珠位有赢了一手牌，就 open 它就 fold。结果后来我在前面开一个 king queen。大盲抵抗，我进去中了3条 C 杯 EBB， 他扣 turn 再打他盖牌再玩一下，叫我当大盲之前，噔噔噔噔，我换来这桌。好，记得这把牌呢，盲注级别是8000、16000，那这已经到非常后期，也快要接近前圈了，所以每手牌都非常关键，大概也差4个人左右。这手牌 low 就玩家 open 2BB， 那我在这个桌子形象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就在等好机会的，但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牌。那这手牌我拿 AJ 我选的 Mirror 3B 做一个4.4BB 的3bet， 他跟注单挑 flop 开 K10Q nuts， 带2张方片我没有 diamond。然后在这底池呢，我下注一个 3.5BB， 他 check call turn 发一张没有到很好，但还可以，就是10 diamond， 不会说最差，因为 King 跟 Queen 绝对是最差的牌，10就勉强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 diamond 呢？因为2高张都是 diamond， 所以他的 Broadway diamond 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那你会说他会拿结构牌在这时候扣我去看 flop 的2张花的 diamond 结构呢？其实几率来讲也有限，因为这时候大家均码都有效的筹码也少，
所以他也不能冒太多的风险，因为这是一个会玩的一个玩家。好，他这边在 turn 上开了10之后，他之前 dunk 了一个3.2 BB， 那我觉得这里用 call， 可能 river 还有一些很好的赔率，那当然他也有可能中了大牌，但是更多情况他可能也是有2高张中1对，或带左右带顺都有可能会带花1张带花，所以我决定在 turn 上的时间 all in 快要底池的注码，就剩下的10多个大盲他马上跟住，他也是 AJ， 我也是 AJ， 不过他有一张 J Diamond。还好没有被发出来。接着呢，这手牌一样是816000，我在嗨券拿到 Q9 梅花开注2 BB， 大盲抵抗我们单挑。那有效筹码是双方是25 BB， 它比我多一些。那 Flop 开一个7 High Ball 745，这边呢我是2高张带梅花，很多人其实看到 Two Over Card 带梅花就会非常的冲动，就下注就对了，想办法跟你打光了。Two Over Card 带花能输吗？不过你要想的是，在这个 ball 面，其实很多情况我们不能去 C bet， 因为这个 ball 太多是大盲范围，而且它很容易 check raise， 所以我们不能每次的过牌都是只有2高张或是没有中的手牌，我还是要过牌一些保护我的范围，就是有很强的强买牌，或者是一些强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成牌的大牌，例如说有时候 set 这些牌也是有可能，但你要平衡，有时候要下注，有时候不下注，所以我决定在这边就是选择过牌。过牌之后 turn 来一张很好的牌，就是9，让我们中了顶对。那这张9呢，对方下注一个2 BB。好，那这边我可以跟，也可以 raise。但我觉得 raise 的好处是可以赢到更多的 value， 就是它有一些7-1对啊、4-1对啊、5-1对啊，或者是很多中间买牌的这些手牌1对带顺啊，或带一些可能他也是买花好都有可能。这些手牌它不容易盖牌，也必须要抵抗。因为我们的行动路线也是让他也是觉得很可疑的，不见得一定有很多大牌在这个行动线里面。那我这里 raise 一个5.5 BB， 那其实你说要 raise 大一点的，其实6.5到7 BB 也可以，但太大的坏处就是如果我们的 bluff 在这里的成本就会非常高。那其实你的大牌有时候也不希望对方这么容易可以盖掉，那他很好赔可以去跟注，所以我决定打比较小的注嘛。River 来一张 Blank 2，他跟注之后，他过牌。那这边要想的是，因为这玩家他也是懂这些道理的。打 Hero 玩家很多都不是吃素的，就是至少有一定的概念。那当然，有些玩家如果是比较娱乐的，或是比较一般的小额比赛，或会跟更多的牌的玩家 ，maybe 你可以再拿一些 value。但这边我觉得 value 的机会成分没有到这么多的组合，而且他有可能有 K9。A9 也会赢我嘛，所以我这里下注 River 打大也不是，打很小也 Sin Value 的有可能有被他转 Bluff， 就是范围来讲就是非常的不像是大牌会打的 size， 如果 River 打小的话，所以我决定 River 也休档，可以看看他拿什么牌，然后我们的9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摊牌价值的一个手牌，然后后来他是 J9 大一个，我们赢下这把。好，我现在剩下7个大盲，这个8波探打应该快1个小时，因为隔壁桌端嘛就是死不了。但是呢，现在隔壁一样有一个人剩3 BB， 一个人剩3点多 BB， 一个人剩5 BB， 所以我们要做工作就是盖牌，等他们先 all in 再说。好，最后进入到大家知道的这些影片片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泡泡无敌够久，很少打 Hero 遇到泡泡可以打到将近快要2个小时。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场上所有的2桌的短码都是会打的玩家，所以会打的是他们都知道他不要拼，他要把这个1到5个大盲想办法弄进前圈，因为有人只剩1、2个大盲，他要强迫赢过一圈，但是这些人就是翻倍了，那就换别人5个大盲变成1、2个大盲，因为洗到短盲啊。最后呢，我明明在这个阶段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手牌没看到，被发 Two Out River， 隔壁桌，他这个 Two Out 出来，我那时候还有12个大盲，如果没有发这 Two Out 呢，我就可以进而前圈，还有10几个大盲很好发挥。但是因为这个 Two Out 出来了，然后那个桌子呢这么有趣，大概筹码平均的短码最短的就是落在2到5 BB 之间。意思是我那时候有10 BB， 我就是不能玩非常多牌，因为这个前圈就是0元跟9400多美金的差异非常大。那我不会因为我的7、8 BB、10 BB 去翻倍之后，就可以直接打到决赛桌的前5、前6，这是还是差很远的。但是得来的这个损失非常大，所以就在这阶段就变得是超级紧到最后，我们隔壁玩家也是在一起的，有一个人最后只剩下0点几 BB， 然后一个人剩下1 BB， 一个人剩下2.5 BB， 然后那个阶段是嗨森盲，变成是这一圈他们3个人只要到他就是强制 all in， 每个人都是归到那个人强制 all in， 所以变成我的角色就是我付完这一圈大小盲之后，
我刚好剩下1.5BB，但是我一定不会先当大小盲，那3个人一定会当，所以他们3个人就一定势必要有人出局，就不可能3个人这么巧都强制 all in， 然后这么多把都要过。如果真的过，那就是我要注定要出局，注定要死的这么低的几率。那我们就看这些过程。Sparrows ahead on knocking out 2 players. Oh! 8 diamond draw also for Sparrow. 7 leaded by Alexander. 2尽力而为啦。那我今天做一场的嗨落，我们进前圈，那这样的打1发， finally saw it. 有回来一些钱 4 ，9000美的 outs. 这个 cash。 Masato triples up. OK， 白粉色。好，这场嗨落就很不错啊，也撑到最后进了前圈了。能进前圈都不容易啊，这样137人，那当然前面奖金非常的高。可是我马兰没打起来就没有这个机会，当然我们就先进前圈喽，非常开心。做了场比赛，嗨落也拿到钱。那这个整个系列啊，我总共嗨落当然是2个前圈，然后2场边赛的 final table， 然后总共有加起来应该有5场的前圈，还不错，还行。那最重要的是我的好朋友的 Josh McCauley 现在在主赛剩下最后3人，那我们有交办一些股份，就靠他让我这个系列直接变水上了。好，我们就去领这个奖。好，我们刚刚领完奖金哦，这边大概就是$9000多这场比赛。那我前一期有一场边赛是拿到第4名，那场大概加了帮你是$27000多，所以这个系列总共加起来，我目前是小输一些，但是我的好朋友在 main event 前3名，希望他可以打到第1名，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第几名，因为还有剩最后3个人，但他就蛮有机会的，至少他像是$22万起跳，第1名有44万。那我的股份我觉得占的比例还算是不少，因为我们有交换一些，就希望他可以让我赚更多钱。我很喜欢吃榴莲，香浓又甜。有人说很臭，但我觉得它的味道是那种浓郁当中的重口味。怎么了？被蚊子咬超严重，太惨了。Hello， 我们今天在柬埔寨第13天，就是最后一晚，所以呢，我们所有台湾的朋友今天没打牌的，然后有约出来一起吃餐厅。那这家是当地的打扑克的朋友推荐我们来的，吃了一家类似法式料理，那就是比较温馨的小酒馆的感觉。然后我们有点了很大的生蚝，然后等一下还有牛排跟一些小前菜。就是这样度过最后一个晚上，然后旁边有一个夜市，等一下我们可能也会去走到旁边散步去看看最后观光，然后明天早上就飞机返台，第4次的这个柬埔寨就要到一段落喽。来了，我点的是羊排，那原来这里的招牌是它会在桌边帮你用焰火煎牛排，所以刚刚他们的牛排、鹅肝牛排都是用那个焰火弄出来。那我是点羊排，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啊。清淡的，但因为我也喜欢吃清淡，然后是烫的，所以 OK。谢谢。好，今天我们要打。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每次的系列都非常快的过去，一眨眼10几天就结束了。这次呢，我总共有5场前圈，然后包含边赛跟豪客赛，然后2场的决赛桌，一场是第4名，一场是第8名。虽然没有特别赢到非常大，但是真的一切打，我觉得就非常满足，在这个系列赛也有这样的一个还可以的成绩。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在打比赛的中高额都会跟一些长期的国外玩家去换股份。那我其中一位玩家就是 Josh McCauley， 是我近期非常好的一个战友之一。他在 PT 的主赛4决赛桌进入到最后3人，并且奖金 deal 拿到超级高额奖金以外，最后呢他单挑差一点点就可以赢了，真的很可惜。在这1年当中，这么多的出国比赛，尤其是能遇到国外的一样朋友，一起在不同的站比赛，然后能看到他赢，帮他呐喊，帮他加油，我觉得这份感动有时候甚至比自己去赢了一些比赛不同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替他开心。好，所以整个系列就到这边。那下一次呢，我要准备回到的是台湾。我是Nathan，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开小铃铛，在下面留言哦。我们下一集见。